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红颜》。这本书由罗广斌、杨言两位作者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它宛如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矗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星空中。红颜以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斗争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革命画卷。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信仰、忠诚、坚韧与牺牲的壮丽史诗。它所蕴含的价值，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读者来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能让我们在安逸中重拾对理想的执着，在困境中汲取无尽的力量，在迷茫时找到前行的方向。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是什么让一群人能够坚守信念，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真实的故事中找到一些线索。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名叫赵一曼的女英雄，她在东北组织抗日活动时，不幸被日军俘虏。在狱中，敌人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企图从她口中获取情报。然而，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崇高的信仰，抵御着敌人的酷刑。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种信仰的力量，正是红颜中众多英雄人物的写照，也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主题。信仰的力量，灵魂的灯塔。红颜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在黑暗中坚守信仰的身影。江姐江竹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她得知丈夫彭永吴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但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继续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在被敌人逮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守口如瓶。书中有一段描写江姐受刑的场景，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间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江姐脸色苍白，但她的目光依然坚定。她紧咬着牙关，一声不吭。这种场景光是想象就让人不寒而栗，但江姐却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承受住了这非人的折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它能够在人们面临困境和痛苦时，提供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当一个人拥有坚定的信仰时，他的内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信念体系。这种信念体系可以抵御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让他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不轻易放弃。就像江姐，她的信仰就像一座灯塔，在黑暗的牢狱生活中为她指引着方向，让她能够超越肉体的痛苦，坚守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面临江姐那样残酷的考验，但信仰的力量同样重要。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信仰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比如，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一项复杂的技术难题时，可能会遇到无数次的失败，但如果他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坚定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努力最终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价值，那么他就会在一次次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忠诚与团结，革命胜利的基石。红颜中，地下工作者们之间的忠诚与团结令人动容。他们身处敌人的心脏地带，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他们彼此信任，相互扶持，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许云峰为例，他在狱中得知敌人要秘密杀害一批革命同志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巧妙地组织越狱行动。他利用自己被敌人带出牢房的机会，撬开了牢房的地板，为同志们开辟了一条逃生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对革命同志的无限忠诚，以及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品质。书中写道，许云峰用他那双有力的手奋力地撬动着地板，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但他毫不在意。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同志们逃出去。这种忠诚与团结的精神，是地下党组织能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坚持斗争的重要原因。从逻辑上讲，忠诚是团队合作的灵魂。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成员之间缺乏忠诚，那么这个团队就会像一盘散沙，随时可能瓦解。而团结则是实现共同目标的关键。只有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在革命斗争中，地下工作者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忠诚与团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破坏敌人的计划，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忠诚与团结同样不可或缺。在一个企业中，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可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而团队成员之间的团结则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例如，在一个项目团队中，如果每个成员都忠诚于团队的目标，并且能够与其他成员紧密合作，那么这个项目就更容易取得成功。坚韧与忍耐。
在困境中磨砺意志。红岩中的英雄们所经历的困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忍耐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小罗布头宋正宗就是一个令人心碎又敬佩的例子。他从出生起就随父母被囚禁在监狱里，在狭小、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尽管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在狱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还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帮助地下工作者们传递情报。书中描述他，小罗布头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敌人的仇恨。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他从未放弃对自由的追求，直到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坚韧是一种应对压力和挫折的能力，它包括情绪的稳定、认知的灵活性以及行为的持久性。在困境中，坚韧的人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被困难所吓倒。忍耐则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它让我们在面对痛苦和逆境时，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比如一个人在创业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如果他拥有坚韧的意志和忍耐力，就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下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最终走出困境。4. 牺牲与奉献，为了更伟大的事业。红岩中，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是整本书最为震撼人心的部分。陈港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他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即使面对死亡，也绝不背叛革命。他在临行前高呼着革命口号，英勇就义。书中写道，陈港挺胸昂首，带着微笑迎接死亡。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这种牺牲精神是革命先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逻辑上讲，牺牲与奉献是实现更高目标的必要手段。当一个人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时，他的行为就具有了超越自我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目标的推动上，更体现在对人类精神的升华上。在革命年代，先烈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在和平年代，这种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在抗击疫情期间，许多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抗疫一线。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甚至有的医护人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奉献精神为我们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红岩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是一部关于信仰、忠诚、坚韧、牺牲与奉献的教科书。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总结起来，红岩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在极端困境下，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坚定信念和不屈意志。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困境中坚守信仰，如何在团队中保持忠诚与团结，如何在逆境中培养坚韧与忍耐，以及如何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勇于牺牲与奉献。我呼吁每一位读者都去阅读红岩，去感受书中英雄们的精神力量，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种精神践行到我们的生活中。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引。让我们铭记那些在烈火与热血中牺牲的先烈们，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记住，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红岩就是这种精神的源泉。让我们行动起来吧，用行动去诠释红岩的精神，让这种精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同志们，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是红岩中英雄们的声音，也是我们今天应该铭记在心的信念。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向着未来奋勇前进。